70岁后旅行别坐飞机，这5大致命风险，90%的长辈险些中招。好不容易退休了，辛苦了一辈子，是不是也梦想着，终于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世界？也许是去探望远方求学或工作的子女，也许是和老伴一起去实现年轻时那个环游世界的梦想。机票订好了，行李也准备好了，心里那份期待，是不是也夹杂着一丝丝的不安？一想到要在那个狭窄的机舱里，一坐就是7、8个，甚至10几个小时，您的膝盖、您的心脏、您的血压，真的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总觉得搭飞机是最安全、最快速的交通方式，但如果我告诉你，对于我们7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这个理所当然的选项，可能正潜藏着几个致命的风险呢？大家好，今天我们不聊那些美丽的风景，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严肃，但也与我们每一次出行都息息相关的话题。我将不只是危言耸听，我将结合多位心血管科和老年医学科医生的专业警告，为您揭示70岁以后搭乘飞机，您必须高度警惕的5大致命风险。这每一个风险，90%的长辈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险些中招。在影片开始前，我必须先声明，今天这支影片绝不是要禁止大家搭飞机，更不是要制造恐慌。相反，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充分的了解，让您学会如何趋吉避凶。只要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的退休旅行依然可以飞得又高又远又安全。如果您也希望每一次的旅行都能平安健康，请先帮这支影片点个赞，并按下订阅，因为今天的内容是您在出发前最重要的一份健康安全指南。第一，最沉默的杀手，经济舱症候群深层静脉血栓。第一个风险，也是最多人听过，但最容易忽略的，深层静脉血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DVT。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沉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坐了长途飞机后，一下飞机，感觉双脚肿胀、紧绷，甚至有点疼痛。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坐久了水肿而已，活动一下就好了。但您可能不知道，就在您那长时间久坐不动的腿部深处，血液可能已经因为循环不畅而悄悄地凝结成了血块。这个血块如果只是停留在腿部，那还只是小问题。最致命的是，当您一下飞机开始站立行走时，这个血块可能会脱落，然后顺着您的血液循环，像一颗鱼雷一样直奔您的肺部，造成肺栓塞，或者更糟的，冲向您的大脑或心脏。一旦发生，这就是猝死。为什么70岁以后风险会暴增？因为我们血管的弹性已经不如年轻时那么好了。很多人可能还同时伴有高血脂、糖尿病或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血液本身就处在一种比较浓稠、比较容易凝结的状态。这时候你再给它一个久坐不动、循环停滞的环境，这无异于是在邀请血栓的形成。如何破解？请务必在飞机上动起来，至少每隔1小时就要起身，在走道上稍微走动一下。如果不方便起身，也一定要在座位上反复的做勾脚尖、踮脚尖的动作，利用小腿肌肉的收缩来帮助血液回流。同时，穿上一双医疗级的渐进式压力袜，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预防方式。第二，高空中隐形的缺氧，心肺功能的极限挑战。第二个风险，更隐蔽，也更容易被我们误判为只是太累了，那就是高空低氧血症。很多人以为飞机的机舱里氧气是充足的，但您可能不知道，为了平衡机内外的压力，现代客机的机舱压力通常只会被加压到相当于海拔6000到8000英尺，约1800至2400公尺的高度。这等于您是在一座高山上飞行了10几个小时。对于一个健康、心肺功能正常的年轻人来说，这点轻微的缺氧，身体可以很快适应，可能只是感觉有点顿顿的。但对于我们70岁以上，特别是那些本身就已经有慢性肺病 COPD、哮喘、心脏功能不全或是贫血的朋友来说，这个轻微的缺氧就可能是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您可能会开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头晕目眩。您以为这只是晕机或疲劳，但实际上您的心脏和肺部正在加班加点，
拼命的想从稀薄的空气中抓取足够的氧气，这个极限挑战很可能就会诱发您潜在的心绞痛、心律不整，甚至是更严重的心肌梗塞。如何破解？在您决定要进行长途飞行之前，请务必先和您的家庭医师或心脏科医师进行一次旅行前咨询，诚实的告知您的旅行计划和您的健康状况。医生会为您评估风险，并可能会为您开立一些备用药物。如果您是严重的肺病患者，医生甚至会评估您是否需要在飞机上使用随身氧气设备。第三，干旱如沙漠的机舱，脱水与感染的双重打击。第三个风险来自于机舱环境的另一个极端，干燥。您有没有感觉每次坐完飞机都觉得口干舌燥、皮肤紧绷，甚至喉咙刺痛？这不是您的错觉。飞机机舱里的空气为了防止机身结构腐蚀，会经过高度除湿处理，它的湿度常常比撒哈拉沙漠的平均湿度还要低。而脱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万恶之源。首先，当您的身体开始缺水时，您的血液会变得更加浓稠，这又会回头去加剧我们第一点提到的深层静脉血栓的风险。其次，我们呼吸道的那层用来抵御病毒的黏膜也需要水分来维持它的湿润和清洁功能。当这层黏膜在极度干燥的环境中嵌合了，它就等于失去了防护力。这时候，您等于是在一个密闭的铁罐子里，和上百个陌生人一起呼吸着充满了病毒和细菌的循环空气。您的呼吸道防线一旦失守，那些流感病毒、新冠病毒或是其他病菌就能长驱直入，引发感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旅行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病一场。如何破解？在飞机上，请主动的小口频繁的喝水，最好是温开水，即使您不觉得渴，并且请避免饮用咖啡、浓茶或酒精饮料，因为它们会加速您身体水分的流失。第四，跨越时区的生物钟大乱，药物与内分泌的灾难。这第四个风险发生在您落地之后，但它同样致命，那就是时差 jet lag。年轻时倒个时差，可能只是觉得困个一两天，但对于70岁以上的身体来说，时差不再只是疲倦，它是一场生物钟和内分泌的大地震。我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一个运转了几十年的固定节律，而一次长途飞行突然把白天变成了黑夜，这会让我们的大脑彻底当机。您可能会在异国他乡的半夜精神抖擞，却在白天昏昏欲睡。这不仅会让您的旅行品质大打折扣，更会大大增加您因为精神不济而跌倒的风险。但时差最致命的是，它会打乱我们服药的时间。我们很多朋友每天都需要在固定时间服用救命药，比如降血压药、降血糖药或是抗凝血药。现在您跨越了12个时区，请问您那颗早上8点该吃的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吃？是按照出发地的时间吃，还是按照目的地的时间吃？这个混乱一旦搞错，您可能就会因为重复服药而导致剂量过高，比如低血糖昏迷，或者因为错过服药而导致病情失控，比如血压飙升。这才是时差最可怕的杀人陷阱。如何破解？在出发前，请务必和您的医生制定一份跨时区服药计划，把您的航班时间、目的地时区告诉他，他会帮您精准的计算出在过渡期间您的药物应该如何调整时间和剂量。讲到这里，您是否也感觉到，原来一场看似简单的飞行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多需要我们提前准备的功课？如果今天的分享让您对旅行安全有了更深的警惕，也请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并把影片转发给您身边所有爱旅行的家人朋友。第五，旅途的压力总和，从出发到抵达的体力透支。最后，这个风险不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旅程的压力总和。我们往往只计算了飞行的那10个小时，却忽略了出发前整理行李的劳累，担心忘记东西的焦虑，以及对未知旅程的兴奋，这些已经在消耗我们的心力。前往机场
搬运沉重的行李，应付拥挤的交通，担心迟到。机场内部广阔的航厦，排队 check in 的长龙，严格的安检程序，以及从安检口到那个遥远的登机口，那仿佛永远走不完的1公里。抵达后，同样要面对漫长的等待行李、排队过海关，以及在疲惫不堪时，还要想办法找到去酒店的交通工具。这一整套流程，对于一个70岁的身体来说，就是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铁人三项。您很可能在还没踏上飞机之前，您的体力、您的血压、您的血糖就已经处在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点了。这时候再叠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缺氧、脱水等压力，任何一个小小的意外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如何破解？请放下我还可以的逞强，学会使用工具和服务，预定轮椅服务。即使您觉得自己还能走，但在机场这种需要长距离行走的环境里，预定一个轮椅或机场电瓶车服务绝不丢脸，它是在为您保存最关键的体力。使用行李推车，绝对不要逞强去背或提沉重的行李，预留双倍的时间，宁可在登机口前多坐1个小时，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而在机场里狂奔。从容是您最好的护身符。好了，今天我们一起盘点了这5个70岁后搭飞机最致命的风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深层静脉血栓来自久坐不动；第二，高空低氧血症来自隐形的缺氧；第三，脱水与感染来自沙漠级的干燥空气；第四，时差与药物混乱来自生物钟的瓦解；第五，压力与体力透支来自整个旅程的累积。我希望您已经明白，我们今天提出别坐飞机这个耸动的标题，绝不是要您因噎废食，从此把自己关在家里。相反的，我们是要您用一种更专业、更谨慎、更智慧的态度去面对飞行这件事。退休后的旅行是我们应得的奖赏，但这份奖赏必须建立在安全和健康的基础之上。如果您认同今天的分享，觉得这份飞行安全指南对您和您的家人至关重要，请不要忘记为这支影片点个赞，按下订阅，并把它分享给您身边所有您所关爱的人。我们下支影片再见。